两种不同物刃的触发攻击方式。杰克共研服最新调整。这边来看一下共研服杰克的最新调整。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。首先是它这个物刃改成了那个充能线，可以看到底下的话有2层充能。然后杰克的话，相较于正式服多出了一个普攻剑啊，我们把它叫做小普攻。然后我们原本那个叫大普攻，然后2个普攻剑的一个区别就是大普攻剑，也就是原本这个普攻剑只会触发大物刃，而大物刃的话需要消耗2层的层数啊。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就1层的话我们是触发不了这个大物刃的，必须要2层层数才能够触发大物刃。这个跟原本的杰克是一样的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小普攻剑啊，这个小普攻剑是用来触发那个小物刃的，这个小物刃的话需要消耗1层的那个层数啊。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是用那个小普攻剑打出来的物刃的话，会消耗1层那个层数，而这个小物刃的一个伤害呢，只有大物刃的1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的话我是把那个存在感是给锁了的，这里可以看到只造成了1/4血的伤害啊。然后大物刃的伤害是跟原先是一样的，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，大物刃的伤害是半血，这个是2者伤害上的一个区别啊。然后还有一个改动就是现在蓄力状态下不会触发物刃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蓄力普攻。首先是小普攻剑，小普攻剑的一个蓄力普攻，然后是大物刃的一个蓄力刀，可以看到不会把手中物刃给丢出去啊。这个改动个人感觉好像还可以啊。然后小物刃的话也是可以打那个隔墙物刃的，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小物刃的话也是可以打隔墙物刃的。另外的话还有就是2者是有一个区别的，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们是用那个小物刃打出的伤害的话，求生者是不会留下那个误区的。这里可以看到金额脚底的话是没有那个误区，小物刃的话是不会留下误区啊。大物刃的话就会正常触发那个误区。另外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它这个小普攻剑的话只能造成1/4血量的伤害啊。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打了个震慑，但是没能击倒调香师，半血的恐惧震慑加上1/4的小普攻，造成了3/4的血量。我感觉这个设计好像有点多余啊。为什么不能造成正常的普攻伤害呢？就因为它是一个小普攻剑。然后除了这个改动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杰克在误区内移速的话会更快了，然后呢也可以更快进入到一个隐身状态。然后小普攻的话也是属于普攻啊，所以会被那个骑士给预测。杰克依旧还是只有普攻剑。后边想了一下，他这个小普攻剑之所以没办法造成正常普攻伤害，可能跟他这个乌刃双刀的一个机制有关系啊。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置，可能跟这个乌刃双刀有关系吧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拜。